段先生，不知道段先生身体好些了吗？谢谢，没什么大碍。我本来会以为是一次愉快的见面，可是没想到。哦，段先生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吗？我来是想问你，你和青灵是怎么认识的？是这样的，半年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有个中国女孩在法国的季风丹若勒香水学校研究一款清肺治疗性香水，希望我跟她共同合作开发这个项目。而且我发现很多吸烟的人使用了她的香水之后，感觉会很好。我查过她的资料，发现她正是你伯父让我找的人。所以在她的推荐下，我决定和青灵见面。青灵小姐，你和我想象中一样，人如其名。那是好还是不好？当然是好了。那您的意思是可以跟我合作了？没错。那太好了，什么时候？你先不要着急，我只是告诉你我们合作的意向，具体合作的细节由我们的董事段奕华先生来跟你商谈。段奕华，在后来的合作项目中，青灵有很多地方非常吸引我，他的工作风格，他的性格等等，所以我决定跟他交往下去。那他呢？他也喜欢你吗？你觉得你们两个合适吗？你觉得他爱……啊，你没有权利对他们俩的感情指手画脚。看来段先生对青灵感情也很深。你也没有资格在这里对我和青灵的感情评头论足。伟翔啊，来，你就先回去吧。伯父，当初我请您帮我照顾青灵，您是怎么照顾的？这个人怎么会成为青灵的未婚夫？请您给我解释一下。天朗，我怎么觉得你浑身都是刺儿啊？是的，我快要疯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您居然会骗我。您是我最信任、最尊敬的人，我甚至比爱我爸更加的爱您。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知道吗？当我见到青灵第一面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怪怪的，所以我派人调查了他，这我才知道，他就是你要找的人。后来他跟我摊牌，说知道了我的身份，也知道了咱俩之间的关系。那你应该第一时间通知我。不仅因为这些，我没通知你。这个人的经历太复杂了。你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他曾经是个孤儿，离过一次婚，她是你继母的女儿，又是你姐夫的前妻。这个人太复杂了，我不希望你娶这样的女人。娶不娶她，由我自己决定。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跟我说，所以我才没有告诉你。我现在这么做，是他找我摊的牌，你知道吗？是他找我做的交易。没想到你会来找我。我不来找您，您也会来找我吧？的确如此。你找我想达到什么目的？我确实需要您的帮助。我是一个生意人，我不会白白帮别人。那您需要我做什么？你能给我什么？如果您还能看中我的能力的话，我愿意为您效劳。像你的能力，在法国季芳丹若勒香水学校
有的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也不希望我跟天朗在一起吧？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不会再见他。承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承诺，但是行动上想控制自己，那可不容易。我的婚姻可以让您做主，这下有保证了吧？你的婚姻让我做主，你说的是真的？嗯。那好，黄伟翔先生，你见过吗？他是个青年才俊，很有才华，而且实力也很雄厚。他对我说过，他对你是一见钟情。我是个离过婚的女人，如果黄先生不介意，我没意见。好。那咱们一言为定。就算是青灵提出来的，如果您有为我考虑的话，您也不应该去接受这个提议。我接受她的提议，就是为了你着想。这个女人配不上你。我说了，这件事情我自己会拿主意，我是不会把青灵让给别人的。你们这么做，只会耽误了她一生。你放心吧，我会给她更多的补偿。这是人的感情，不是买卖。伯父，我真没想到您居然会这么去想。我不想再跟您聊了。执行长，你找青灵姑娘。是，她好像不在屋。青灵姑娘退房了。什么？她去哪儿了？伯父，您把青灵藏哪儿了？请您告诉我。除非他自己愿意告诉你。那好，我自己找，我一定会找到他的。执行长的爱情真是太感人，太曲折了。天朗，你不是去找黄伟翔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因为伯父突然出现了。伯父？他怎么突然出现了？他说什么了吗？他说什么不重要，重点是，我不会放弃青灵的。你的想法也不是重点，重点是青灵的想法。你们聊过吗？青灵又不见了，他酒店的房间退掉了，应该是伯父叫他回避我。青灵不见了，南阿姨那里有去看过吗？南阿姨？对啊，你知道南阿姨住哪吗？天朗，苏南阿姨，见到你太好了。青灵呢？青灵在里面吗？青灵在里面呢，你一会儿好好劝劝她。我先出去，你们慢慢谈。谢谢苏南阿姨。青灵，你怎么来了？青灵，
我们好好谈谈吧，啊？我们没什么可谈的。青灵，你不要嫁给他。青灵，你不是不知道，我当初和珊珊结婚是怎么回事。现在我跟他已经离婚了，而且我爸也说了，只要我们两个愿意，他不会再反对。我们现在之间已经没有任何障碍。青灵，只要你答应，我们两个就能幸福的在一起。你还在犹豫什么啊？我已经有未婚夫了。你能确定他是真心爱你的吗？我也不爱他，我不吃亏。你怎么能把婚姻当成儿戏呢？不然要把婚姻和男人当生命吗？与其追求一段不现实的爱情，还不如找一个在事业上能够对我有帮助的人。你在胡说什么呀？你们之间那是一场交易，根本不是爱情。我不要爱情，因为爱情在危难时刻根本一文不值。段天朗，我再告诉你一遍，我会嫁给黄伟翔。你走吧。不，你不会嫁给他，我一定会阻止。董事长，昨晚我看到天朗去了秦陵的公寓。啊，知道了，你先去吧。还是没有进展，看来得再来点狠招了。